是整个被吹得非常的严重。旁边的这个白色车子呢，刚刚也是直接慢了下来，甚至是有一点点漂移的状态。另外呢，持续的过马路来给大家看，哇，这个风真的大到我完全没有办法走直线，而且呢，我的眼睛也非常的难张开。好，现在呢，风雨稍微少一点点了，我们来带大家看到旁边这个道路上的这个反光镜，其实是有2个。刚刚呢，这个反光镜是完全被吹到整个都在晃，但是呢，你可以看到旁边另外这一个道路的反光镜，它甚至连上面的这个凸透镜都直接被风给吹不见了，就可以知道现场的这个风雨，这个风有多么的严重，就可以看得出来哦。刚刚呢是整个这2个道路的反光镜都是直接整个在晃的过程。好，现在虽然说呢，我们的风雨稍微的没有像刚刚整个会把我人往后吹的状态，但是呢，我的眼睛仍然是没有办法看到尽头的方向，所以现场呢，在冷水坑这边真的是名副其实的又冷又水，所以提醒观众朋友，这个时间阳明山真的是非常的严重，风雨也是非常大，是强风豪雨的状态。以上是现场最新。好，那么目前在阳明山的最新状况，现在往擎天岗方向的金山路，由于呢是有路树直接拦腰折断了，就倒在路中间，车子上不去也下不来，目前双向没有办法通行。连线的记者吕新玉。好，现在可以看到我们的采访车呢是一度呢卡在了路中央，因为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呢是往擎天岗方向的金山路上，可以看到其实现在呢这个路树是倒在路中央，而且它横跨了2边的车道，所以刚刚我们的采访车它就直接卡在那边，是完全没有办法通过。那刚刚呢我们的驾驶大哥下来之后，我们3个人合力的想要尝试来把这个路树给搬起来，发现它几乎是大到完全没有办法移动，跟刚刚稍早我们看到那个树枝已经是完全不同的状态。那它非常的大。刚刚稍早呢，其实也有民众他是要上山，然后要去上班的过程当中，他看到了这个路树直接横倒在路中间，所以呢，他也没有办法通过，他只能打道回府。我们来听一下民众怎么说。我是要去上班。你要去上班？对，因为我是在服务业，天在上班。对。那上去大概只有那条路吗？还是要绕另外一边？那过不去就算了，那我就只好跟公司回报这样子啊，辛苦你们了，那我就要回去了这样子。所以你就不用上班是吗？因为今天本来就是停班停课啊，因为我们是服务业，那所以说能够去上班服务客人，这是我们的责任啊。不行的话，那我也没办法这样子。好，我们可以看到，其实这个树它断裂的剖面呢，基本上已经快要完全的断光了。就整个呢，这个树枝是直接的横倒在了路中间，而且呢，我们现在所位在的这个往擎天岗方向的金山路上面呢，现在如果这个路树它倒在路中间的话，基本上车子真的没有办法通过，基本上我们的车子是完全会卡在这边。那刚刚呢，那名驾驶也有特别提到了，另外一边还有机会可以上到擎天岗，但是就是要绕比较远到阳金公路上，但基本上就是提醒各位观众朋友，如果你真的必须要上去的话呢，基本上这一条路现在是没有办法通过的。以上就是现场最新。新北三重正一北路10号晚上9点多，银行招牌突然掉到路面，当时公车刚好通过，而轿车缓慢行驶，2车差一点点就要被招牌砸中，看起来险象环生。而招牌占据2线车道，警方获报到场，立刻拉起封锁线，摆出交通锥，禁止人车进到危险的区域。消防也确认了这一起意外没有人受伤，但是当时确实有吓到附近店家。我们家里面听到那个嘣一声很大一声，然后我就想要出来看到底是什么东西掉下来，那就是哇，那个招牌整个这样倒下来。只是台风夜招牌掉落跟风雨有关系吗？附近居民表示，当时根本没有风雨。目前警方联系银行业者以及区公所，先把招牌移走。只是招牌怎么会掉，仍有待后续厘清。东森新闻林光路高本利新北报道。风大雨大，最怕老旧窗户轰轰轰这种松动的声音，一有缝隙，雨水还会喷进家里。想堵漏，不少人会拿透明胶带把窗框封住，但专家说这方法不是最好。它虽然粘性比较好，但是你事后台风过了以后，你要清除的话，它会有很大的残胶，而且它很容易断，不容易整片湿起。像这一种电灰布，
有人会直接拿来用，但是因为它面积太小。还有黑色点灰布也是常见选择，可以暂时防止渗漏，但缺点是可能要贴个2-3层，容易有残胶。如果没贴平、没压紧，也可能翘起来，失去防水效果。有人小教室教大家，如果你家里窗户的气密度比较不好，就可以使用这种手撕的胶带，把窗户边边的缝隙都给牢牢的贴紧。会选这款胶带的优点，除了它可以手撕之外，如果我们要把它撕下来的时候，它相对来讲也比较不会有残胶，所以就会比较好清理。封箱胶带好贴好撕，粘性也不错，但其实除了胶带，家里随手可得的用品也能派上用场。我们会建议家里最容易取得的材料毛巾，然后把它折成细长形，然后往这个沟槽里面把它塞紧。塞毛巾阻隔雨水，也防止半夜时整片玻璃一直震动。更奇葩的方法，还有人说塞尿布，同样也能减少雨水灌进室内。我看网络上说可以用家里不要的尿布或是过期的尿布，把它折一折塞到缝里，废物再利用。贴胶带、塞毛巾、塞尿布，各种居家防漏小妙招引起讨论。但小偏方只能救急，不能治本。如果窗户老化持续渗漏，还是得靠专业维修。东森新闻学艺主温有莲台北报道。在苗栗通霄镇的这20户住户，即使待在家里也是不能安心，因为他们的后方曾经被挖过，所以4月份才有土石流冲进家园。有住户呢才把厨具跟冰箱换新，损失超过50万。这次台风要来了怎么办呢？他干脆自掏腰包，把后门通通用铁板封死。我都疯掉了，这个红系啊，住家后门直接用铁板焊接封死，就连窗户都一并封起来，因为真的淹怕了。这回还有台风要来。我这拢焊去，这拢规组这我拢换新的啦，冰箱嘛我拢换新的啦。无冰箱要哪煮食？厨房的炉具、冰箱通通换新，还有一堆泡水的家具，只剩堪用的留下。今年4月一场豪大雨，让家里淹进土石流，损失超过50万。现在还有在施工吗？自从上次出事之后，一直在施工，现在不给他们施工了，从上面就会灌下来嘛，因为它住户比较低啊。会这样子灌进来。靠近沿海的地方竟然会有土石流，这里是苗栗通霄镇通南里一整排20户住家后方被人违法开挖，形成一个大土方。每次台风豪雨来，土石夹带雨水，统统变成土石流往住家冲。落雨我就烦恼啊啦，我逐工都咧烦恼，那暗时啊爬起来看了啊，落我就紧起来看，但是我有放起来较放心嘛啦。王姓妇人家里还有淹水过的痕迹，家具统统垫高，柜子里面也清空，不敢再放东西。这一回遇上8位台风，肯定会再有雨势。尽管后门封了，但那一堆土石万一通通倾泻过来，后果不堪设想。我拢拍掉去啊，这土我拢装掉了吼，这拢水甲顶去。安尼我总共损失差不多偌济？50万有啦。这个地方你看那么深，要怎么？这个部分要怎么样让这些水不要积在这边？真的太危险了，因为一毫大雨就已经要灌进去。令住户不解的是，今年1月就发现这一堆违法土方，扣走了重机具并开罚，但就是无法彻底清除土石，让居民们忧心忡忡。现在又要面对台风带来的雨势，势必又会再对住家造成损害。东学李向敏在苗栗采访报道。